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虽然同属于一个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历史文化，但是如今双方的关系却是剑拔弩张，水火难容。其中的朝鲜和中国的政治系统是一样的，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由于朝鲜的封闭政策，导致我们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始终是一知半解，而韩国却有着强势的文化输出。所以我们的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大多数的年轻人对韩国倒是一点也不陌生，可以说大家随口就能够说出几部韩国的电影、音乐和艺人的名字。那么朝鲜半岛是经过了怎么样的历史变迁，才导致了分裂后的这两个国家会有如此诸多的对立和仇怨呢？本期老白说和大家详细的聊聊朝鲜半岛的兴衰发展，其大体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方面。本期就先从朝鲜的古代的起源来讲讲朝鲜半岛是如何起源的。在朝鲜族的神话中，他们的始祖叫做檀君，檀君被称为天帝的儿子，他下凡到了人间，与一只熊结合，诞下了朝鲜这个民族。但是从历史文献来看，朝鲜半岛有记载的第一个国家名称叫做箕子朝鲜。箕子朝鲜发展于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当时的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因为不愿意做周朝的臣民，就率领着一批商朝移民北上，来到了辽河流域，建立了这个国家，朝鲜民族就此而来。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因为在13世纪的时候，朝鲜觉得那个神话故事太扯了，所以朝鲜民族就正式的把箕子作为他们的老祖宗写进了史书里，并把檀君和箕子合称为檀箕。到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箕子朝鲜的邻国是战国7雄中的燕国，燕国的军事发展和领土发展直接占领了辽河一带，所以箕子朝鲜不得不逃到了朝鲜半岛。随后大秦灭亡，刘邦一统天下，建立了西汉。为了稳住权力，刘邦对开国功臣进行了分封，当时的燕国就被刘邦送给他的卢绾。刘邦什么样的心性大家都了解，后来刘邦坐稳了位置，就开始铲除异己，各个异姓诸侯王，比如韩信、英布、彭越等等功臣被杀。卢绾为了自保也好，为了其他的原因也好，便起兵造反，最后却以失败告终。起兵的时候，卢绾手下有一个叫做魏满的将军，带着燕国的残兵逃到了朝鲜半岛，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士兵，直接对战国7雄时期移到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进行了降维打击。魏满赶走了箕子朝鲜的君主箕准，而他自己则登上了朝鲜王位，建立了魏满朝鲜。那被赶走的箕准去哪里了呢？他继续发挥祖先的遁走大法，再次往南逃到了汉江以南。他在汉江以南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叫做陈国，自称为韩王。韩在古朝鲜语中是大的意思，所以此后的陈国也逐渐的被称之为韩国。北方的魏满朝鲜仅存在了87年，到了汉武帝时期就被西汉所灭。汉武帝在那里设置了4个郡，也就是我们古书上记载的汉四郡。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剿灭魏满朝鲜后，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设立了乐浪郡、玄图郡、真番郡、临屯郡4个郡。汉四郡对朝鲜北部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自此朝鲜的历史进入了汉四郡时期。以上便是朝鲜半岛的初步起源。我们下一期跟大家继续讲解朝鲜半岛在进入汉四郡之后内部的兴衰战乱。